现在有这个毛病的女孩数量其实不少。今天聊一个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多囊。我遇到不少粉丝妈妈带着女儿来找我，你会看他们普遍有一些现象都很近似的，他们年纪就是13、14岁，他们体态有一点微胖，你会发现他们皮肤关节的地方有一点点颜色比较深，然后呢有些比较明显的你会看到这里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胡须那种感觉。他们的小孩呢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呢月经就不正常，然后呢再晚一点的时候呢发现他们有多囊。多囊又叫做多囊卵巢综合症，英文叫做 PCOS。 现在有多囊的人其实蛮多的，多囊跟我们今天学习的代谢健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要聊多囊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从源头说起。实际上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多囊究竟是什么。每一次的生理期，年轻的女同学们，你的卵巢就会排卵。排卵呢是一个生理期最后的一个动作了，在排卵之前有很多道的过程啊。多囊的形成呢是在排卵之前呢，在某一个过程当中被卡住了。那个时候呢，它的尺寸大小呢大概7毫米到9毫米左右，在卵巢里面卡住了。卡住了以后呢，它就没有办法继续发育了。下一次生理期的时候，同样的现象也发生了，又卡了一个。再下一次生理期的时候又卡了一个。时间久了以后越卡越多，然后呢在照 B 超的时候就会看到里面有很多球状的东西。这个时候从 B 超的影像上面看起来呢是很多的囊，所以呢它叫做多囊。卡住了，为什么会卡住了？我们要讲这件事情的话，我们需要从源头说起了哈。一个女性的婴儿还在母亲的体内啊，第5周左右，这个胚胎它就开始出现卵巢的增殖，大约20周左右，卵巢里面呢就开始出现生殖细胞了，卵圆细胞数量大概有600万到700万个，数量相当庞大。这个是一个女性人生当中卵细胞数量最高峰的时候，还在母体里面还没有生出来啊。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呢，初级卵母细胞呢数量会渐渐的变少。女婴出生的时候，卵巢里面的初级卵母细胞大概只剩下100万到200万个，所以大多数呢在她还在胎儿期间，还在母体里面就已经先凋亡了。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卵母细胞呢的数量大约就剩下30万到40万个左右，其他的也是自然就凋亡了。然后呢，以后每个月的月经的周期呢，就会有几百个卵泡被动员，然后呢发育，然后最后剩下1个，有的时候会有2个，然后会排卵，其他呢全部都闭锁，然后凋亡。这是一个生理期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一切我们就要从卵泡的细胞、卵母的细胞开始谈起了。从我们人身体细胞的角度来看，卵母细胞的特点有几个。第一个，它的尺寸特别的大，是接近排卵的时候，一个成熟卵母的细胞的大小大约100微米啊。那我给你们做个比较，我们一般的细胞的大小啊，可能只有20到30微米啊。所以卵母细胞的尺寸比我们一般细胞大很多。可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卵母细胞里面的线粒体数量庞大。刚刚我解释，我们一般的细胞线粒体里面数量有可能单位个位数的，有可能几十个，有可能几百个，有可能上千个线粒体，一般的细胞。但是呢，我们的卵母细胞里面的线粒体数量可以高达10几万颗、几十万颗，在我们人身体里面所有细胞里面线粒体数量最庞大的。意思就是说，卵母细胞形成卵子，在它整个过程当中，它对能量的需求极高啊，比我们心脏细胞，比我们脑细胞，比我们身体任何一个部门的细胞，任何一个器官的细胞，它对能量的需求都要高，而且高很多倍。这是为什么卵母细胞里面线粒体的数量这么庞大，几十万个线粒体啊，一个细胞里面。这是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请各位一定要牢牢记住，因为这个特点跟多囊有关。我们继续往下说，进入青春期以后，每一个月经的周期呢，大约会有几百个卵母细胞被调动。可是实际上真正进入发育阶段的呢，大概每一个月经周期大概会有30到40个卵母细胞进入它的一个选拔赛。这个时候呢，它们相互之间会彼此竞争，最终呢，只有最健康的、最适应当下身体的激素环境的那一个卵母细胞成为优势的，会存活下来参与排卵的，其他的呢就会被闭锁或者是会被排除的。所以30个到40个的卵母细胞被招募出来了之后呢，就开始进入一个竞争状态了。对于这些细胞，每一个细胞它自己能不能够正常的制造能量，它的制造的能量足不足够它参与整个卵母细胞发育的过程，是这个卵母细胞能不能够生存的重要条件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最终绝大多数的时候就只有1个卵母细胞可以生存下来，那么进入排卵的状态，偶尔会出现2个，这
就是双胞胎了。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对能量的需求极高极高。现在我们来聊一聊一个正常的生理周期卵泡的发育过程它的尺寸变化。在卵巢里面的时候，初级卵泡的尺寸呢，它大概只有 0.05 到 0.1 个毫米还在卵巢里面。它被召唤出来的时候呢，是叫做次级卵泡，那个时候它的尺寸呢，大约是 0.1 到 0.2 毫米。然后它进入一个阶段叫做小豆卵泡，这是它的发育过程在发育成小豆卵泡的时候，它的尺寸呢，大约发展到了2毫米到4毫米。那么你想想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它的体积它的尺寸呢，长了几十倍它需要能量的，它里面的细胞的增殖，它需要能量的，所以大量的线粒体是有用的。继续发育呢，发育到了中期豆卵泡。中期豆卵泡的体积尺寸呢，大约5毫米到9毫米。一般多囊就是卡在这边的，我们等一会儿再说多囊。然后继续发育，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要进入竞争状态了。然后发育到了后期的豆卵泡，后期豆卵泡呢，就是严重的竞争状态了，有一些就要被淘汰了。这个时候卵泡的整个尺寸呢，大约已经发展到了10到14毫米了，已经快要到接近一个硬币了继续发育，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竞争胜出的开始继续发育成为成熟的优势卵泡，就是准备排卵的状态的时候，它的尺寸呢已经成长到18到25毫米了。然后呢，开始准备真正进入排卵的时候呢，它的尺寸已经超过25毫米了。这些数字对你来说听起来可能很盲目你仔细想想，在一个短短的周期里面，它的尺寸从 0.1 毫米要发育到25毫米1毫米到25毫米是多少倍25倍25毫米的直径真的是一个硬币的大小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要做这么大的增值跟增长它对能量的需求是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多囊它卡在了5到9毫米的地方。为什么它会卡在5到9毫米的地方？它不能够继续发育了。其实现在我们很普遍的知道，胰岛素抵抗是多囊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跟卵母细胞对能量的需求有关卵母细胞本身虽然它不直接燃烧葡萄糖，可是它是间接利用葡萄糖提供能量的。卵母细胞里面有几十万个线粒体它对能量的需求非常非常庞大。身体能不能够很顺利的给卵母细胞的线粒体提供能量，是一个它能不能够正常发育的关键因素所以在正常的卵泡发育的过程当中，在正常周期里面，大部分发育到5到9毫米的卵泡，它可以持续发展到18到25毫米的，变成优势卵泡，或者是闭锁消失的。那对于胰岛素抵抗的人来说呢，葡萄糖进入细胞的能力会下降，因为胰岛素抵抗的关系，我们身体对于葡萄糖的利用率会降低。多囊它缺乏能量，激素信号紊乱了，它发展到5到9毫米的时候就停在这个地方了，没有办法继续生长了，也没有办法闭锁了，它就好像停在马路上的车一样卡在那里了，它就堆积在卵巢的皮质下方。所以时间久了以后，一个又一个的，照 B 超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圈排列整齐的小泡，那就是典型的所谓的多囊了。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了，其实多囊的形成跟卵母细胞缺能量是有直接关系的。一个卵母细胞能不能够正常发育成为一个成熟的卵泡，被筛选出来了以后进行正常的排卵，它需要大量的能量，它需要平衡的激素系统，而这个平衡的激素系统也需要大量的能量去支持的。在一个充满了高糖饮食的年代，充满了添加糖的年代，尤其是青少年，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少女有了多囊的现象，这种现象跟她的细胞缺能是有直接关系的。胰岛素抵抗导致的细胞缺能不仅仅是可以带来多囊的困扰，哪里的细胞缺能，哪里的细胞就要出毛病的。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呢？你的饮食里面添加糖拿走，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拿走，你让他吃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根茎类的碳水化合物，但是呢，你要了解饮食里面来自于脂肪的热量最好不要少过 50%， 然后呢蛋白质，然后呢根茎类的碳水化合物。因为年纪轻要不了多久他的胰岛素抵抗几个月以后就会看到它迅速的恢复的，身体的激素环境也会慢慢恢复平衡，很多人的月经和排卵功能都会好转，帮助改善和控制多囊。如果说你对生酮饮食感兴趣，生酮以后的人，我们自己身体燃烧了脂肪以后，我们的肝脏会制造酮体，这些酮体除了可以给我们身体各个细胞供能，可以给我们的脑细胞供能，同样的酮体有助于改善整体代谢环境，间接支持卵泡和卵母细胞的能量代谢。这个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在多囊的环境里面跟我们的代谢健康的关系，跟细胞缺能的关系，就讲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